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，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，再打開旁邊小鈴鐺，這樣每次有新影片，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也幫我按個讚，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。謝謝大家。我們現在正式開始。OK， 今天我們要用5個不同的切角來層層拆解這一波前所未見的市場行情。我們會先從宏觀的角度聊聊 AI 引爆的全新現實，接着往下追，看看資金爆發性湧入的記憶體產業，誰會是最大的贏家？然後呢，我們會更深入鑽進台積電這個龐大的生態系裡面，找出那些隱藏版的黑馬。再來，我們會跳出科技股的框架，看一個反向布局的機會，也就是金融股。最後，我會幫大家做一個完整的總結，並提出未來的展望。準備好了嗎？我們開始吧。好的，讓我們先進入第一部分。AI 帶來的大爆炸，請記住，這不只是一次普通的市場上漲，這是一個全新時代的開端。數字會說話，而最近的數字可以說是喊得非常大聲。台股正式站上了從來沒有人見過的3萬點大關，最後收在30576點。這不只是一個新高紀錄，它更像是一個心理上的里程碑。整個市場的情緒已經不是沸騰2個字可以形容的了。那麼推動這波大盤的火車頭是誰？毫無疑問，就是我們的護國神山台積電。它的股價也同步衝上了1705元，一樣是歷史新高，可以說是這次漲勢最核心、最強大的引擎。所以最關鍵的問題來了：3萬點到底是慶祝行情結束的終點站，還是一個新時代的起點？如果我們去聽聽產業最核心的聲音，像是 NVIDIA 和 AMD 這些巨頭的高層，他們的答案非常一致：全球對 AI 算力的需求在未來還需要再成長100倍。100倍，這是什麼概念？這代表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可能真的只是這場大戲的開場白而已。那背後真正的驅動力到底是什麼？有一個核心概念，你一定要了解，叫做實體 AI， 英文是 Physical AI。你可以這樣想象，過去的 AI 就像是一個只有超強大大腦的智慧體，它待在雲端機房裡；而實體 AI 就是我們給這個大腦裝上了眼睛、手還有腳，讓它能夠直接在我們的現實世界中行動、感知和互動。這個概念形成了一個強大到近乎可怕的自我增強循環。第一步，我們投入巨資去建立 AI 的基礎設施，也就是晶片和資料中心。第二步，我們把這些 AI 能力賦予到實體上，像是機器人、自駕車。第三步，也是最關鍵的一步，這些實體 AI 在真實世界中開始產生像海嘯一樣多的新數據，那個規模是過去的好幾個數量級。第四步，這些海量的數據又反過來，逼着我們必須去建立更強大、更大規模的 AI 基礎設施。你看，這就是一個不斷加速的飛輪，它創造出幾乎是無窮無盡的科技需求。接下來，我們進入下一個關鍵點。當 AI 基礎設施的需求大爆炸，第一個被點燃、被引爆的產業會是什麼？答案非常明確，就是記憶體。市場對記憶體價格的預期有多瘋狂？我們直接看數據，業界普遍預估，到了2026年第一季 ，DRAM 的合約價可能只用1季的時間就會暴漲60%。你沒聽錯，單季漲60%，這在過去是難以想象的數字。它清楚地告訴我們一件事：記憶體產業的超級景氣循環已經不是將要來臨，而是已經來臨。為什麼會漲得這麼兇？因為這一次需求是從天上、地上，還有你手上四面八方同時湧過來的。在你手上 ，AI PC 和 AI 手機的記憶體規格直接從8G 翻倍到16G 起跳。在雲端 ，NVIDIA 下一代平台的 HBM 用量要再增加50%。在天上，低軌衛星的記憶體需求是從 GB 級別3級跳到 TB 級別。在地上，智慧汽車為了處理即時數據，需求同樣是從 GB 往 TB 狂奔。這4大引擎同時點火，記憶力的需求怎麼可能不爆炸？在主流的 DRAM 和 NAND Flash 之外，我想特別點出一個可能被市場相對忽略的機會。NOR Flash， 它的起漲時間點比較晚，但也正因為如此，市場預期它的補漲力道會非常驚人。有些研究報告甚至用暴力式上漲來形容，預估單季漲幅可能在30% 到70% 之間。
而在這個領域，台灣的關鍵玩家就是旺宏與華邦電。這就引發了另一個很有趣的思考：評價的落差。我們來看看記憶體模組廠龍頭群聯的股價已經是千元等級，它前11個月的 EPS 大概是7.9元。但我們來比較一下，威剛的 EPS 超過4元，獲利能力差不多是群聯的一半，股價卻連200元都不到，這個差距超過5倍。然後再看實權，它的獲利跟威剛在同一個水準，股價又更低。這種獲利能力跟市場給的價格之間的巨大鴻溝，就創造出了所謂的比價效應，資金會自然去尋找相對便宜的標的，這也是為什麼整個族群能輪流上漲的核心邏輯。好的，接下來我們換個角度，台積電的股價很高，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追不下去，但別忘了，台積電的成功是建立在一個非常龐大而且複雜的供應鏈生態系之上，這裡面就藏了許多值得我們去挖掘的機會。我們來看第一家公司魏斯特，它的商業模式非常特別，叫做 BOO， 也就是 Build Own Operate， 建造、擁有、營運。簡單來說，它不是賣設備給台積電，而是在台積電的廠房裡面蓋一套屬於它自己的廢液回收系統，然後幫台積電營運。它就像一個進駐在台積電工廠裡的回收包租公，商業模式非常穩固。它的獲利模式可以說是一個完美的閉環。首先，它在台積電廠內建立獨家的銅回收系統，把製成的廢液變成黃金。它能從中提煉出純度高達4個9，也就是 99.99% 的超高純度銅，然後直接在市場上銷售變現，最後賺到了利潤，再跟台積電分潤。這個模式最厲害的地方在於，魏斯鐵的營收直接跟2個關鍵指標綁在一起。第一，台積電的產能利用率；第二，國際市場的銅價。只要台積電的工廠不停，銅價有支撐，它的現金流就會源源不絕。除了魏斯特，還有另一家值得關注的公司是中華化。它切入的是高純度的電子級硫酸，這是半導體製程裡面非常關鍵的化學品。它不只打進了台積電的供應鏈，更計劃要把產能直接翻1倍。目標是成為台積電在這個領域的第2大供應商，在特用化學品這個領域，這是一個非常積極的布局。好，聊完了火熱的科技股，我們來談一個比較不一樣的領域，一個反向的布局思維——金融股。很多人可能覺得現在談金融股有點不合時宜，但數據顯示，這裡可能存在着一個被市場低估的機會。如果你正在聽，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一下。我們來做一個全球的比對。去年台灣的銀行股指數漲幅大概是14%，這個數字聽起來還不錯，對吧？但如果跟別人一比，就顯得落後了。美國的銀行指數漲幅是28%，整整是台灣的2倍。更誇張的是歐洲，漲幅竟然高達67%，幾乎是台灣的5倍。當全球的同業都在大漲，而我們相對平靜的時候，這背後就透露出一個強烈的訊號。台灣的金融股存在着巨大的補漲潛力。除了股價補漲的潛力之外，金融股的另一個核心價值就是相對穩定的高股利。根據市場的預估，幾家龍頭金控，不管是富邦金、國泰金還是兆豐金、中信金，明年的股利殖利率普遍都有機會站上4%這個關卡。在目前這個市場波動劇烈的環境下，對於那些尋求穩健現金流的投資人來說，這無疑是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避風港。好了，我們把剛剛講的重點快速整理一下，並且思考未來的策略方向。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。首先，我們要認知到這一波行情的核心驅動力是實體 AI 所帶來的結構性轉變，它不是一個短期的題材。基於這個大趨勢，資金首先湧入了記憶體，我們看到了一個超級週期的來臨，並且在其中發現了像 NOR Flash 這類被低估的機會。接着，我們把目光轉向產業的根基，也就是台積電。但我們不追高，而是去挖掘像魏斯特這樣有着獨特護城河的隱藏贏家。最後，作為風險的平衡，我們看到台灣的金融股在全球的比較之下，具備了補漲潛力和高殖利率的雙重吸引力。最後，留給大家一個思考題：當 AI 越來越深入我們的物理世界，我們看到了3股巨大的力量，核心的科技支撐它的供應鏈，以及穩定的金融體系。未來5年，你認為哪一個方向能提供最佳的風險回報平衡？這沒有標準答案，但你的選擇將會決定你未來的投資組合。
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。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，記得馬上點讚、加訂閱、加開啟小鈴鐺。我們正在衝訂閱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